嗨，朋友们好，我们呀从科罗拉多回来了，就有网友问我们呀，这一共花了多少钱？我今天就列了一个 Excel 表，发现啊，这个支出真的是吓了我一跳，没想到啊，美国国内油这么贵呀。我们这一趟的旅行是9天8晚，一共花了7700多美元，合人民币就是55000多，新台币呢是23万。拿着这个钱啊，真的是可以到亚洲国家好好的玩上一趟了。美国国内游啊，是真心的贵呀。下面我就给大家看一下每笔详细的支出。第一笔是住宿费，就是这个 Airbnb。当时我问老牛，我说一共是多少钱一晚啊？他说200，他只是估算了一下。后来我看了一下账单，根本就不是200，就这个8个晚上啊，一共花了3478块9毛2。那核算起来一个晚上就是400多美元了，这个真的是贵。它的房价是标的384美元一晚，但是呢，再加上税呀，加上清洁费乱七八糟的，它就到了400多了。虽然我们租的那个小两居啊，确实是挺漂亮的，挺可爱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费用也太贵了吧。但是我给大家展示的那个房子哈，其实是一个联排，还不是一个独立的 house。它当时是3个房子连在一起的，就是3个联排。如果每个房子都收400的话，那这个房主真是赚翻了呀！一个晚上就可以赚1200美元了，那就不用干活了，就光是靠这个房子就可以一家无忧了，可以躺平了。如果我有钱的话，也真心想投资这么一套房子呀。因为老牛他的消费观念跟我不一样，他出去玩呀，这个住宿一定要是选最好的。我呢就有一种凑合的心理。因为我自己从小家里就很穷嘛，过个那种家徒四壁啥都没有的日子，所以我还是这个消费观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保守一点的，就是不愿意花太多的钱。但是老牛的想法就是我出门在外我就是得舒服，就是不同的消费观念吧。当时他订 Airbnb 的时候就问我说你要不要看一下，我说不用看了，全交给你了。因为我知道他喜欢住的好一点，我也就懒得看，回头跟他还有那个不同意见。然后今天他把这个账单告诉我的时候，我一看那个房价，我简直是惊呆了，我就说哇，这个房费竟然这么高啊！然后他看我那个惊讶的表情啊，他就稍微有点不高兴了，就说那下次在订房的时候哈，你来订。我就说没事，咱们俩消费观念不一样嘛，我说你的出身比我好一点。我的出身呢太穷了，所以我这个有点接受不了这么高的房费。这个2个人过日子嘛，总是要相互的将就着，对吧？人家也没有其他的不良嗜好，人家也不用其他的奢侈品，也就是出去玩的时候，一年也就出去玩那么1回2回，然后呢，让人家稍微奢侈一点也是应该的。所以呢，我说我也就是惊讶一下，我也没有说责备你啊什么的。好，我们接下来看第2项。第2项是机票，这个机票应该说是很便宜的了，我们3个人才花了787，这一项算是省了一些钱。然后接下来这个90美元啊，是那个租车通过那个网站做的，他收的手续费。这个租车费在下面一项是321美元，所以租车一共是花了410。然后这个 baggage 就是坐飞机的时候，我们3个人每个人一个箱子托运行李，来回就花了240美元。然后再往下一项就是打 Uber， 我们从家里打到机场，来回花了241，再加上这个439呢，就是在路上买的石头啊、帽子呀、手串啊，就是这样的一些小礼物。然后再接下来是一个大项呢，这是这个食物，就是我们每天吃的，从超市买的呀，在饭馆吃饭花的呀，一共花了1287块9毛6，这个也不少了。9天的话也是100多块钱一天了。然后再接下来这个 ticket 就是门票，我们主要就是去了那个丹佛的植物园，还有落基山国家公园花了钱，其他地方都是不要门票的，只有80美元，挺便宜的。再加上来是那个 parking 费，就是在各地停车的费用，大概是这个费用吧，9块6。再接下来就是那个 cat sit， 就是我们那个猫保姆花的钱，因为是1天90块，9天就是810，这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如果我们把奥文送到那个猫旅馆去的话，会比这个便宜多了。所以有网友就跟我说，哎呀，这个太贵了，真的不合算。但是老牛呢，就是他自己没有孩子吧，他就把这个猫啊看成是他儿子一样，就是特别的疼这个猫，所以呢，他就想把这个猫照顾好一点。
尤其我们家猫已经老了，已经14、15岁了，所以呢就是要尽心尽力的照顾它，不要让它有什么问题。我呢也喜欢这只猫，所以呢该花的钱那就花吧。所以呢一共加下来就是花了7786美元，换算成人民币是55000元的样子，换算成新台币是23万的样子，所以真的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其实拿了这笔钱，如果去亚洲国家可以好好的玩一趟。我去年9月、10月不是回去了一趟吗？我觉得也就花了大概2、3万人民币，因为当时我大部分时间都是住在我亲戚家，所以他们就包吃包住了。比较短的时间我是在外面住的，然后旅游了几天，所以呢这个费用非常的便宜。如果说去台湾啊、泰国啊、日本这些地方玩的话呢，应该这个住宿费啊不会像我们这次这么夸张，但是机票费应该就会贵一些了。吃呢肯定也是比美国便宜的，所以我就跟老牛说我们还不如规划一下到哪个亚洲国家去玩一玩呢，我们再继续讨论讨论吧。这段时间来我已经好几次了，看到有好几个旅游博主在吐槽，就是这个在外面旅游的开支很大，然后这个 YouTube 的流量赚的钱完全不能覆盖他们的这个支出。我当时还觉得有这么夸张吗？现在看的还真的是看了这个旅游确实是非常花钱的，尤其是你要到那个欧美这些国家玩，那确实这个开支确实挺高。我好久都没有聊那个肖恩了，就是那个泰国的大博主之前我发过几个视频，就是聊聊他跟陈老师之间的这个关系破裂是什么原因然后做了一点分析。正好我看肖恩呢，他也是坚持他自己的做法，我觉得再说呢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后来我也没有再跟进这个事情。然后最近呢我看到有博主又提到他，我就上他的频道去看了一下，发现他那个流量真的是下降的非常非常的快，很多视频就是2、3万、3、4万这样的样子，能够到4万就已经很不错了。因为他有2个频道嘛，所以这个流量加起来就从4、5万到6、7万不等这个样子，基本上没有那个爆款视频了。想到他以前在台湾玩的时候，动不动就是50万、100万，那个流量简直吓死人，现在已经是时过境迁了。所以我不知道他的那个旅游视频旅游频道还能不能坚持下来。因为油管博主的收入平均来说是每1000次点击大概是3美元的样子，在欧美国家要高一些，在亚洲国家呢会低一些，因为他发的主要是长视频吧，他的收入应该会高一点，就是每1000次点击赚的钱会多一些，就是这个 RPM 会高一些。我就算它大概是6块钱吧，假如它是1000次点击是平均水平的2倍，6块钱，然后每天的流量是6万，那一天大概是赚360美元，其实也不错了。我算一下他一个月赚多少钱6美元乘以60千再乘以30，这样他一个月也还能赚1万美元。其实对于一般人来说，这个收入还是挺高的了，但是如果你天天在外面旅游的话，可能就比较难支撑了。看了一下他最近的视频，他又回泰国了，如果只是在泰国本地的话，这个开支就会小多了。肖恩从之前的大富大贵如日中天到今天这个流量巨减、收入巨降这样一种状态，我觉得主要还是他自己没有处理好，然后造成现在这样一种状况。当然这也是他自己的选择吧，作为一个外人，作为一个陌生人，也不好说什么。最近我看他的动向好像又转向直播了，因为这个旅游这个开支实在是太大了，如果它的流量继续萎缩下去的话，真的是有点难以为继，没准哪天就要退网。但是他如果转型到直播的话，没准也能打开另外一条路，这个也未可知其实对于频道主来说做这个视频真的是压力挺大的，你得每天要拍要剪辑，花了大量的时间，然后呢你还要有焦虑这个流量，所以呢也挺难的。做一个旅游博主的话，还得了解各地的情况，要不然很容易就犯了一些错了。比如说我前2天做的一个视频就提到了，说有些博主在抨击那个中国大妈小仙女确实是这些年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快，有一些人的意识各方面的习惯是没有跟上来，所以呢确实是存在一些不是那么讲文明的人。然后有网友跟我留言说说有的国家它就是约定俗成，这个榴莲就不能带回这个宾馆吃了，因为它会留下很大的味道。后来呢我也去查了一下，就是在东南亚国家，因为他们是盛产这个榴莲嘛，然后榴莲的味道很大，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如果说带回宾馆吃了呢，可能就留下很大的味道，然后他那个房间呢有可能就好几天都不能住人了，而且呢还要请专业的人来清除这个味道，又是一笔开支。所以对于酒店来说呢，
它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我之前呢还真不知道这一点，因为我呢还真的孤陋寡闻，还从来没有去过东南亚国家，我也很少吃榴莲，吃那个榴莲做的点心还是吃过不少次，吃那个真正的新鲜的榴莲呢，我可能就吃过1次2次，所以对榴莲呢没有什么太深的印象。还有一个网友就说在泰国的宾馆里贴了警告，就说不让吃榴莲的。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给我提供这些信息啊，让我呢也增加了见闻。说的也是，如果是一个地方约定俗成的规则的话，去那里旅游还是事先要了解一下，以免犯错挨罚。今天就跟大家东扯西扯聊了这么多，我也是想试验一下，看看大家喜不喜欢我这样的聊天的方式。如果您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谢谢您。